起乱雲，小小金草，漫漫紅。 世上争口气，一腔熱血几回平。看罢了古今多少事，英雄莫問出身，莫問出身，顶天立地男子漢，花開花落。 俏佳人說盡了悲歡多少情，英雄自古萬人，萬人。 山上兄，连日辛苦啊！火昏呢？上尉在吗？大帅刚刚下堂，应该在书房吧？你忙，你忙。听你这口音，淮西人啊？属下祖籍凤阳三河镇聚贤屯。聚贤屯？哎，这就离咱家50来里啊，咱一天就可以打一来回啊！哎，大帅，属下的父母乡亲都对大帅感恩戴德。胡文庸啊，这回你算是立了大功了，而且功不可没。不过咱一直想問你啊，您這每條船每個月要給50兩銀子，這縣上有這麼多錢嗎？往後你咋辦吧？禀大帥，縣上並沒有那麼多銀子，屬下是這麼想的，銀子只給一次就行，但船卻要全部扣下來做戰船。如果戰勝陳友諒，大帥什麼都有。 何愁銀兩？如果戰敗，那就是金陵不保，將帥亡命。到那時，銀兩又有何用？此外，這些船竟有一半是浙江開來的，是張士誠屬地的船。這些船即使是戰勝了陳友諒，也不必放歸，全部編入水師，效命於大帥。說得好，哎，說得太好了啊！胡文庸啊，明兒起，你就搬到城裡來啊，就住在礼贤馆，封你為帥府參知、文三品，以後就協助擅長管理所有的軍政事務。臣領命，謝大帥。哎，起來吧，起來吧，啊，哎，從此以後別叫咱大帥了，跟擅長一樣，叫咱上尉。是。这就是帅府大堂，后边是内监居住。哦，那片屋子啊，这是中书省所在。看好，李大帅是近在咫尺啊。属下清楚了。文庸啊，知道你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？覲見了大帥，升任了帥府參知。這當然不錯，但並不是最大的。哦，那屬下就不清楚了，請李公教誨。你最大的收穫啊，就是從今以後可以稱大帥為上尉了。這大帥與上尉，這個稱呼有什麼不同嗎？大有講究啊！我告訴你。
大帥够命的兄弟义子，才有资格称得上尉。整个金陵城里，叫上尉的人，也不过20人。知道刘伯温吧？鼎鼎大名，如雷贯耳。就他，也只能称大帅，而不能叫上尉。上尉也从来不纠正他，这里头大有内涵呐。当然了，刘伯温也有自知之明，并没有随意改口。属下知道了。不过李公啊，属下今天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。那就是属下3生有幸认识了李公，李公赏拔之恩，属下没齿难忘。快快军起！既然如此，老夫真是无话可说了。将军，将军！他是什么人？禀将军，他是小明王的贴身侍卫，已经身负箭伤，刚进城门就不行了。他自个儿说从山东赶来的，奔驰了3天2夜。把他抬进来。是。大帅，明王被妥妥大军包围，在沂蒙山犄角岭，还有我们粮草一级，最多只能坚守3两天。明王立咱突围传令，请朱大帅赶紧派兵救援。抬下去，往上一掷。是。二虎在。八里县城刘伯温，程玉春、徐大滩河叫来，立刻。是。老布，等等。在。明儿吧。记着，明天把那个刚来的胡文庸一块儿叫来。是。咱原以为脱脱率军不是西征陈友谅，就是回师陕西，可万没想到元廷发生了内乱，脱脱率大军又奔向元都，去救他的主子征大卫去了。可是路经沂蒙山时，遇见了小明王。不管怎么说，小明王是咱天下义军的共主，如果他落到了元军手里，元廷一定会用他的头颅传令天下，说什么北方的义軍已經剿滅，南方的義軍指日可滅。小明王落難，咱也有責任。如果不是咱遞上的那份降表，元軍也絕對不會退兵。所以咱想啊，要去救小明王，親自去救。哎，贊同不贊同？言一聲。大帅，在下堅決反對援救小明王，尤其是大帥親自前去。我們當務之急是全力迎戰陳友諒，他隨時可能會棄洪都於不顧，揮師東進。我也不贊成少尉親自去，非去不可的話，我去。要我說，根本不必救。咱們起兵10年了，得過小明王的一兵一卒沒有？沒有。咱們是自個兒壯大起來的，跟他沒關係。三哥這話就不對了，怎麼能說一點關係沒有呢？先大帥郭子興就是老明王的部下。10多年來，咱們一直打着明王的旗號南征北戰。而且，如果元廷滅了江北方面的全部義軍，那他們就會集中力量來對付咱們的。四弟說得對，
我倒把这点给忽略了。上尉，你亲口说过，洪都城每天都要死上百兄弟，10天就是上千，所以如此，就是为了节省时间。妈的，还真让你给逮着了。不错，我是砍掉了自己的一根胳膊，给陈友谅去啃，咱也痛，咱心很痛，但怎么办？只有这样，才能争取时间，把陈秃子挡在洪都，好在日后，咱亲手砍了这狗娘养。现在战船已大部备齐，各营都在练习水战，而你却要带兵北上救人，来回要30天时间，值吗？如果有这个时间，我们为何不提前西征，迎戰陳友諒呢？今儿说白了吧，一个，步军改习水战攻防，没有40、50天是根本下不来的。你们几个大帅说是不是这样？水师统领说过，40、50天都勉强。再一个，蓝玉在洪都多坚守1天，陈友谅就得多付出一份代价，咱们就多一份把握。所以，再给蓝玉下一条死命，坚守100天。咱是用洪都38000将士的血肉换取时间，以便日后跟陈秃子决一死战。有小明王，咱亲自去救，是最有把握的。来回最多20天，咱回来以后，这儿已经万事俱备，再西进。既然大帅把话都说到家了，请恕在下冒昧。直说。没有明王，大帅是主子。明王一旦回了金陵城，大帅和明王谁是主子？如果明王在说这说那的，大帅听是不听，从是不从。明王名为天下共主，实际上是大帅的包袱，因此弃之为家，救回来是给自己增加烦恼。是啊，上尉。是啊，上尉，说的有道理。咱说过，一定要救明王，而且咱亲自去救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同意了。遵命，遵命。直接跟上尉说。上尉，据浙江船民带来的消息，张士诚正在向梧州调兵，那儿距金陵不足300里，属下担心，金陵所面临的危险，不只是北面援军和西面的汉军，还有南面的吴军呐。大帅，胡惟庸说的对啊。张士诚一直在尋找機會，想趁大帥和陳友諒交戰之際，突然發兵，坐收漁利。而且，他如果一旦知道大帥率軍北上，可能驅兵攻打金陵。咱了解張士誠，他沒那個膽子。丁大帥，他沒有，陳友諒有。大帥一旦離開金陵，消息幾天之內就會流傳出去，斷然封鎖不住。而這時陳友諒也就會飛報張士誠，說朱元璋北上，金陵城空虛，咱倆東西夾擊，平分天下。諸如此類，肯定會。你說的是。
上回来，不要北上，也不能北上啊！明王咱是就定了，不管你们心里是怎样骂咱，骂咱愚也好，骂咱固执也好，咱非救不可。谁要再敢阻拦，都他妈给我滚出去！大帅，那么在下建议，在大帅北上的同时，派精兵猛将全面进攻湖州，打得越凶猛越好。其用意就是震慑张士诚，令他以为我们要全面进攻了，让他只图自保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好主意啊！刘先生，您刚才为啥不早说呢？因为在下一直盼望大帅不要北上，现在被逼得没办法了，只好说。好，那你们说，谁去攻打湖州？我去，我去。哎，南边是我的部下，当然我去。明儿一早，咱北上救援小明王。宇春，与我同去。遵命。徐达，你率领本部猛攻湖州，不管打得下打不下，10日之内必須返回原驻地。遵命。汤和，你留守金陵，率全军練習水戰攻防。遵命。李善長，你繼續打造戰船，儲備軍械，越多越好。遵命。劉伯溫，留守帥府，處理日常事務。遵命。张长兄，恭喜啊，收了个高福啊！常不起，胡文庸入阁是大帅赏的，我不过觐见了一下。用银两盗取海船，是他办的吧？是的。哎，干嘛说是诈取？应该说智取。是智取，是智取。你瞧我这张嘴又说漏了。他办得好啊！大帅今天真是疯了，金陵如此危险，他还要3面出击，洪都、江北，还有湖州。这才是朱元璋啊！我这心里头虽然有气，可是佩服。郭英，来跟紧点，大家一块儿走。刘公，文英，刚才在帅府，你虽然话不多，但是句句在理啊。谢刘公。我想问你一句：大帅亲自救援明王，你赞成不赞成？可不是嘛。说吧，怀柔。当时属下也不赞成救明王，但是后来一想，还是救了好。为何？别人可以不救，大帅得去救，因为大帅一直高举忠义大旗，属于明王正宗。就这些？还有，如果属下说错了，请你供刘公恕罪。没事儿，你只管说。明王是杆大旗，如果这杆大旗落到别人手里，那不是更麻烦吗？江北又不止刘福通一支部队，与其这样，不如把明王掌握在自己手里。这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。这才是朱元璋。
七角岭快到了吧？这山怎么都一个模样啊？咱们还是派哨兵出去打探一下吧。嗯，好。命令全军下马休息，咱们要好好的吃一顿，好好的睡一觉，明天一大早再行动。嗯，是，下马。哎。 走，好。让大家原地休息啊！原地休息。哎，好嘞。不喝不喝，坚决不喝。我已经发过重誓了，10年不饮的。没人请你啊？司机，你啊什么啊？你躲远点行不行？怕啥呀？经不起诱惑了。你吃你的，我又没惹你。 明天凌晨，咱们就突袭援军大营。你挑几个可靠的将军，带人猛冲猛杀，造成大乱。我呢，就进入援军的包围，去寻找小明王。怎么样？司令，张士诚的军旗跟军装都带上了。带上了。嗯。吃完饭以后，让兄弟们 穿上张部的军装，打上张部的旗帜，好让妥妥以为偷袭他们的是张士诚的部下。往后，让援军的锋芒转向张士诚。哥呀，你就喜欢嫁祸于人。这张士诚的军旗跟军装到底带了没有？说过带上了。不行。 你一定要亲自去检查一下，为将者事必躬亲，啊，不可大意的。快去，快去！是。真他妈过瘾！都检查过了，没问题。 丑不丑啊？哼，还说10年不饮酒呢，还说天子无戏言呢。人刚一走就偷人家酒喝，丑不丑啊？丑死了！哼。今儿我算栽在你手里了，四弟，你别给我说出去。 这是头一回出犯啊！1回跟100回有什么区別？啊！回去我就跟弟兄们说。敢！不准说，这事可不是小事儿。我发过重誓，10年不饮，这得讲信誉。再说你当弟弟得维护我的尊严，不是？那好吧，有个条件。啊，你说说看。
打敗陈友谅后，他的汗血宝马归我，我的骑兵营缺战马。四弟，这徐达他也想要来着。你甭老徐达的，凡是好的器械全都给他，啊，你偏心呢你？你看，好，打败了陈友谅，首先见着你啊。定了？哎，定，真定了。定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哼。哎，还有个事儿。哎，有完没完？敲诈勒索呀你！明天冲锋的时候，你要守在这儿，哪儿都不能去，就在这儿指挥全局。临出来的时候，嫂子、擅长他们再三叮咛我，知道了吗？江南，平章正是朱元璋，拜见小明王。李太白，梦还半生，醒来也不过是一寒士也啊！无论文韬武略，诗诗子集，就是连唐明皇也折腰也。言过。唐明皇如在此座，我倒要向他请教一声：这江山，这人儿啊，孰重孰轻啊？他怎么说？微臣还没开口，陛下就拿起一根银勺在我面前划了一下。他治好了？他叫我出去。那你就夹着尾巴出来了。陛下正在跟大儒们叙诗联句，谁要是答不上来，就要罚酒3杯呀，紧张之至啊！我哥呀，都是被那帮风流雅士给教唆坏了。啊，大人息怒，大人息怒！我嘛，我也要去划了他一下。大人，大人。来，我滚！都给我滚！师姐，你越来越放肆了。哥呀，陈友谅、朱元璋他们在争天下呀，你呢，整日的诗词酒色呀，将士们看了都寒心，臣下们都敢怒不敢言了。
是不是丞相？是。跪下！不，哥，再这样下去，江山早晚会沦入他人之手，咱们会国破人亡的呀，哥。你看看，这是陈友谅飞马送来的快报。陈友谅说什么了？他说他已攻下洪都，并扬帆东下，10几日便可抵达金陵。还说金陵卧底密报，小明王兵败山東，困守沂蒙，奄奄待毙，而朱元璋竟然率军北上救主子去了。现在金陵空虚，他要我们立刻出兵东西夹击，共同消灭朱元璋，均分天下呀！陈秃子说什么，你就信什么？哼，我当然不信。不但不信，陈友谅的狼子野心歷歷在目。他一旦灭了朱元璋，下一步会轮到我们，所以我们应该抢先拿下金陵，壮大實力，以防將來陳友諒和我們翻臉。哥呀，陛下！現在不但金陵空虛，而且面臨強敵，人心慌亂呀！陛下，抓住這千古良機，趕緊取金陵吧！給我30萬人馬，我親自去，不能讓金陵城落在陳友諒手裡呀！你呀，兄弟，起来吧，起来啊！这麼多年了，沒大長進，啊，仍然是匹夫之勇，無食馬寇。你竟然沒看出來呀？這些都是陳友諒的詭計嘛！他想利用我們為他攻城。還有，天底下哪有這樣的傻瓜，在陳友諒大舉進攻的時候而棄城不顧？朱元璋也不會為一個小明王而離開金陵啊！什麼事兒？稟告陛下，探馬飛報，朱元璋正在進軍湖州，兵馬5萬多，來勢洶湧，統軍大將正是他的結義兄弟徐達啊！石欽啊，別的先不說了，找你親自領兵馳援湖州，抵抗朱元璋。只許據城堅守，不許出城與徐達作戰。遵命。李公，六合县请示减免车馬甲胄等物，屬下初擬驳了。理由呢？大都市上月初5已經答應減免六合鷹角戰船18艘，此次不應再以寬作。妥當。鎮江府新增兵勇1200口，需饗銀3600兩，屬下初擬照准，並酌加饗銀1200兩。為何呀？屬下親赴湛江查驗過，這1200人全部是18至30的青壯，無一虛報，這在當前極為難得。好，批復鎮江，所有饗銀全部發放到兵勇手中，府衙不准截留。屬下即辦。李公，這件較為棘手，屬下不敢自專。將這個概要說我聽聽。水師千總劉長生與驃騎副將宋大貴的遺孀非婚同居，使該遺孀身懷6甲。大戰在即，竟然出這種醜事，成何體統？此事民法難斷，軍法也難斷。屬下聽說，大帥曾與夫人為該遺孀再嫁時相持不下，
是有这事儿，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一双曾与夫人侍从玉儿哭诉过，而玉儿将他领到我那儿去了。棘手，棘手啊！属下以为，李公有2个选择：一，可将此事交3军总监汤帅处理，那么那位犯事的先总必处军法；其二，可将此事转内政司处理，那么这位夫人必有斟酌。属下的意思，大战在即，正需将士效命，还是转内政司吧。妥当，妥当。李先生，李先生，李先生，洪都丢了。什么？快请刘先生，咱们商议一下。是，汤帅，洪都何时丢的？8日拂晓，陈友谅率几10万大军围攻了5天5夜，总算被他攻破了。陈友谅占领洪都后，最多休整3天，然后必定率师东下，直扑金陵。刘公来了。水师顺流而下，如果风顺的话，4、5天可达金陵。再加上陈友谅休整的日子，那么也就是8、9天吧。可能更快。要是我是陈友谅的话，我就不做休整，我会让所有部骑通通上船，于航行途中休整，这样又可以节约3天时间。大帅北上已经20多天了，8天已没了消息，也不知何时回来呀。唉，真不该去。我的想法是，3军立刻登船，航至上江3岔口，站立有利地形，准备迎战陈友谅。大帅还没有回来，不妥吧？另外，派多禄少去寻找大帅，找到后，让他不必回金陵，直接赶往3岔口。李先生，没有时间呢。汤帅，恕我多心。洪都城什么时候到？我已经说了，8日拂晓，败兵来报。是蓝玉派来的信使吗？蓝玉已经阵亡了。前几天也有信使来报，说洪都城失守。再加上这一次，应该是第3次了。这一次是城里2个残兵向安庆守将禀报的，他俩亲眼看见洪都的东门北门都已经破了。我跟你说白了吧，我原先估计，蓝玉带领3万人，最多坚守洪都2个月，可他已经坚守80多天了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既然这是第3次报失守，那就证明前2次是误报。一座城池岂有接连失陷3次的道理？或许这一次又是误报，或许蓝玉没有死，他又把城门夺了回来。洪都虽然万敌，但他仍然健在。我了解蓝玉，他打起仗来不要命，动不动就冲上去。我赞成汤帅，所有兵马军械登船待发，但不可扬帆。再等大帅3天。大帅不在，调动战船必須我們幾個聯手才能下令。劉先生，
我马上颁布战令。文勇啊，办吧。属下即办。刘公，何事啊？刘公刚才所说的，陈友谅挥师东进，到金陵需要4、5天时间。是。如果风顺的话。刘公，盛夏无风，即使有风，也是东南风。陈友谅，冬夏是逆风，4、5天到不了。而我们如果是溯江西进，倒是顺风了。刘公明鉴。胡勇啊，刚才为什么不纠正我？刘公只是一时口误，马上就会想到的。属下没什么好说的。胡勇，你是一个厚道人，多谢。说的没错，咱不厚道，谁厚道？童年我们是朋友，一年一岁，手拉着手。曾经有一个小心愿，人生路上一起走。天下英雄有几多爱恨，看千古江山，行走云流。刀光里成了多少英雄志，马蹄下踏碎万家愁。问天下英雄，谁评说功过？看千古江山，来去春秋。问天下英雄，谁评说功过？看千古江山，来去春秋。夕阳下，再回首，一曲童谣，天地悠悠，天地悠悠。臣将朱元璋
拜見明王。活不了多久。弟兄们，共同上场，对死战！生死存亡关头，退是死路，进方可求生。